Hello，欢迎回到魏总的频道。那么今天这一期呢，我们来看一款领袖之证的玩具啊。那它呢就是眼前的这个变形金刚领袖之证野兽猎人 Beast Hunter 系列 D 级别的夜幕 Smokescreen。那我们还是先从它的一个载具形态开始看起啊。那这款烟幕的载具呢，跟动画中一样，是一个很帅气的跑车的形象。那首先呢，整个玩具的还原度，我觉得是没有什么问题啊，可以说是还算是比较不错。然后整个车身上的涂装虽然说是不多啊，但至少让你第一眼看上去，这个车并没有一种非常素的感觉啊。我们从它的车头开始看起啊，首先呢，它这边是做了很丰富的这样的一个细节的刻线，而且刻的也是很清晰啊。但是很可惜呢，它并没有给我们做出相应的涂装在这边了。然后车灯部分呢，用的是一个黄色的透明件，我们能看到车灯里面这个灯珠的刻画呢，也是有做出来的。然后整个车身上有很显眼的这么一大块蓝色的一个相应的涂装在上面。翻到它的一个车身侧面，我们这边能看到它的车玻璃用的是一个偏紫色的一个透明件，然后它的这个通透的程度，我觉得还是非常的不错的，也是能看到它内部收纳的一些人形态的这个零件了。然后它的车轮部分是完全没有任何涂装，黑色的一个塑料原色。但是其实我们能看到它里面卡钳，包括说刹车盘的一个刻画都是有做出来的，而且它的这个卡钳也并没有随着我们车轮的旋转而旋转，也算是比较细节的一个处理。然后车身部分很漂亮的一个38号赛车的一个涂装在这边。然后翻到它的一个车尾部分，我们能看到这边基本上就没有什么涂装了，唯一的涂装就是大尾翼两侧的这个红色的一个点缀。那整个车尾部分的这个刻线其实也是很好看的，但很可惜呢，它就是没有任何的涂装在上面。然后我们从侧面其实能看出来，这辆车呢作为一辆跑车或者说超跑吧，它的轮胎是很大的，也就导致整个车身的姿态会显得很低趴，非常的好看。那这样的一个坏处就是它的这个底盘离地真的是非常的近，再加上它收纳了一块盖板在这边，所以说我们正常的这个推车过程中呢，这一块盖板是很容易跟你的地面发生摩擦的。也就是说，我们从人形态变到车形态之后，需要经过一点点耐心的调整，才能调整出一个，首先调整出一个很好的四轮接地，其次呢，调整到这一块盖板它不碰到地面的一个状态。所以说这一个小缺点对我们从人变到车的一个把玩体验来说是有一点点扣分的。但是啊，当然你调整好之后呢，这辆车的一个桌面上的推车还是非常的顺滑的。然后关于这一款烟幕在载具形态下武器的一个收纳，其实很简单啊，它是把这个枪呢给它安插到它的这个车顶的部分，就能实现在载具形态下的一个搭载。我个人觉得虽然是非常简单的一个设计，但至少看上去没有很丑。然后呢，这款玩具其实也给了我们两个软胶件，那这个呢是把它安装在车头的一个这个形象的一个设计，另外一个呢这个是作为它这把枪的一个子弹。那当然这两个零件在动画里完全没有出现过，而且我觉得并不是很好看，所以说这一期视频也就不跟大家介绍这两个东西了，因为我个人呢是不太喜欢这两个零件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这款烟幕的一个变形过程啊。那整个变形的设计呢，其实并不是很复杂，但是变形的一个流程呢，会稍微有一点点的纠结。首先第一步呢，我们掰动它这边的门板，让它这边引擎盖部分跟门板的一个卡扣给它松脱出来。另外一边是同样的，掰动门板之后把这个卡扣露出来。露出来之后呢，是第一个比较纠结的地方。你首先要把这个它的下边的这一块零件跟它的引擎盖这边分开，这边的卡扣呢要全部给它解锁，另外一边的这个引擎盖也是同样的，稍微掰动一下，因为我们不能直接这样子提这个引擎盖，因为这边的连接的部分会容易断裂开来，所以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最保险的方式就是像我这样慢慢的把这边的卡扣全部给它解锁，解锁之后呢，这个引擎盖就能利用里面的关节往上进行一个翻折了。接下来呢，就是这边车玻璃跟车顶部分的这边有一个相应的连接的地方，把这两边的卡扣全部给它解锁。解锁开之后呢，我们其实就是已经能把它的这个整个车顶的部分利用唯一的一点点缝隙啊，把它从这边松脱开。这呢是它人形态的一个手部的零件。然后我们把它整个车头部分两边的这个零件给它松开。接下来呢，我们把它轮胎这一边利用里面的一个球形关节往内进行一个旋转，然后呢，把它肩膀部分的这个连杆给它往上打过去，再把它的手臂这边肩膀放下来。那我们直接就把它的手臂变形完好了。现在我们看，把它的这个车门板的部分往上翻折到它的一个手背的部分，
然后它的这个引擎盖的部分呢，只要利用一个 Z 字形的折叠给它收纳到这就可以了。然后这是一边的这个手臂，另外一边是同样的一个镜像的变形，把它的这个轮胎的部分呢，给它往内翻折，然后把肩膀的部分往上进行一个旋转，然后再把它的这一个整个车顶棚的部分，把它引擎盖折叠好，把车顶棚旋转到手背的一个这个地方就可以了。接下来呢，把它的这个地方扣进去，我们把它的整个头部往上进行一个旋转，然后我们就可以利用这边的一个弧形的卡扣来对应它轮胎的这边凹陷的一个洞，随便找一个洞就能把这个给它放进去。那放进去之前有一步差点忘了，要把它的这两个肩胛的部分往外打开呢，它的这一块灰色的零件就会避让开这个缝隙，让我们能把它的这个轮胎往胸口的内部进行一个安插。我们找到孔位给它插上，这边也是同样的，找到孔位把它安装好就可以了。然后呢，我们就是把它白色的这块盖板往上提起来，然后这个时候呢要注意这一个凸起要对进盖板后面白色的一个洞，我们稍微调整一下，就能把这个地方给它往里稍微扣一下，对上之后给它扣紧，这是它胸口的一整个形象。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它车门板这边，首先这边的一些卡扣给它松开之后，利用里面灰色的一个这个连杆把整个车门往上抬起来，然后把它这个紫色的玻璃往内进行一个旋转，另外一边也是同样的，到这里给它往这放好，有一个正好两个凸起对应它这边的一个洞，我们给它扣进去，稍微的固定一下就可以了。那这个就是它背包的一个形象，然后这边手部呢稍微给它旋转到一个对应的角度，另外一边是同样的，因为我们变形的时候，它的手臂是需要进行一个反关节的旋转的，看上去还是比较的难受。之后就很简单了，来变形它的一个腿部，首先把两边的这个卡扣给它分开。分开之后呢，把这个白色的盖板往上进行旋转，然后我们只需要把它的这个整个车尾部分这一块大脚板给它打下来，然后再把它的这个盖板给它扣过来盖上，另外一边是同样的，很简单的一个变形设计。给它打下来之后，把这个盖板利用一个凸跟凹的结合给它扣合好，最后再进行一个180度的腰转，那到这边呢，这款烟幕的人形态也就变形完成了。那么这一款烟幕的人形态呢，其实就正面的观感，我个人觉得还是非常的不错的。那首先它的四肢的比例是非常的协调，一个长腿欧巴的感觉，看上去很帅的。但是呢，如果跟剧中的形象去进行一些细致的对比，我们其实能发现，玩具烟幕的整个身形会更单薄一点点。那比如说剧中呢，它的这个膀子这块会更圆更大一点点，再加上整个胸甲这边蓝色的部分会更宽一点点。再加上呢，我们从侧面看过来，这个玩具它的一整个侧面的观感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瘦啊，基本上像一个纸片一样。那主要是因为它的背包是采取了一个副背包的处理，所以说这一块相当于挖空了，整个背部显得是有一点点的惨不忍睹。那带来的好处就是完全没有背包哈，那肯定是有这个好处的。然后它的翅膀也是有做出来的，整个头雕的刻画我觉得是没有什么问题，官方的头雕一直都是很有神韵的一个存在啊。那两个眼睛呢是黄色的一个透明件，也是有一定的透光的效果，嘴巴部分是做出了一个微笑的表情啊。还有一个小缺点呢，就是它的这个手臂的背面，我们能看到，因为折叠了两块很大的零件，所以说看起来会比较的累赘。那除此以外呢，整个烟幕的正面的这个造型，我个人觉得还是比较的不错的。那么在可动方面的表现呢，首先它的头部是一个球形关节，只能左右的旋转，并没有上下的一个活动的幅度。肩膀部分是一个球形关节，那这个球关其实很容易脱落，因为它很小，再加上很松，所以说把玩的时候，包括说变形的时候，都很容易把它的整个手臂喷出来。然后它的活动幅度也算是比较的常规，侧抬能侧抬一高它就喷掉了。然后呢，它的这个外摆内收也是有做出来的，做在它的这个肘部关节的上面，手肘部分是一个类似于齿轮关节的感觉，能折到90度的一个形象。然后腰转因为也是变形需要，所以360度没有问题。大腿根部呢是一个球形关节往前，然后包括往后侧抬都是比较常规的一个可动表现。外摆内收也是有做出来的，而且是两段，包括说球关是一段，球关下面还有一个打足的关节。然后呢，它的这个膝盖的部分能折到90度正好的一个表现，脚踝部分没有左右的接地，甚至连它的这个斜切，我感觉为了照顾到车形态的一个完整度，它的整个脚板都是反着来进行这种斜切的一个刻画的，可以说看起来是很别扭。但是因为变形的需要呢，它是有一点点的这种前后的一个调节的幅度的，两个脚板也是非常大，所以说一些基本的站立都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武器方面呢，就只有这样的一把小手枪，那它的握持也是很简单，给它握持到它的一个手里面，就实现人形态下的一个搭载了。那么这款烟幕它的这个整个人形态正面的外形其实非常的好看，但是它的一些关节都我觉得算是比较的松吧，所以说把玩的时候呢，体验并不是非常的好。那么总的来说呢，这一款 D 级别的烟幕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让我感到喜忧参半的一款模具啊。那首先外观上来说，人形态的正面还有它的一个载具形态都是非常的帅气。那还是要夸一下它的这款玩具人形态的四肢比例真的刻画的非常的到位啊。但是呢，问题就是它的这个变形的过程会稍微有一点纠结，再加上人形态下肩膀包括说大腿根的一些球形关节呢会有点松，所以说整体玩具的一个把玩的体验，我觉得并不能称得上是优秀。但是呢，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款玩具应该是官方在 TFP 烟幕这个角色上，算是唯一一个比较合格的模具了。而且呢，我也知道烟幕这款角色它的粉丝是非常的多的，毕竟它在动画里的一个设定是确实很讨人喜欢。那所以说这款玩具，如果你是烟幕的粉丝，那我觉得你没有什么好考虑的，这是官方唯一的一个比较不错的模具了。再加上如果你对它的这个外观，它的这款玩具外形真的很好看，如果你对它的外观感兴趣，这款玩具也是比较不错的。但是如果你比较在乎一款玩具的这个把玩体验，或者说它的这个整个变形的手感啊，或者说你可能并不是烟幕的粉丝，那我觉得这款玩具也并不是你需要优先考虑的一个模具了。那这就是这一期要跟大家分享的《变形金刚领袖之证》第3季野兽猎人 Beast Hunter 系列 D 级别的烟幕 Small Screen。